好，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打开创世纪37章。我们今天要看，一共有看4章哈，所以有些的章节我们会很快的带一下，我们会把最主要分享的来做一些的介绍。那有些圣经上都有，各位可以自己读。那我们先从今天来看到创世纪的37章第一节啊，对不起，很抱歉，34章第一节，34章第一节。34章的第一节到31节，在我们上次分享到有关于雅各跟以扫的相认跟相见之后呢，那雅各已经回到了应许之地，回到应许之地后，他开始住在那边。那首先我们来看见今天所分享的，在34章这个整段里面讲到底纳的事件。底纳呢，他这个是讲到他这个章是讲到他一个受辱的事件。那这个事件的影响的长远结果会在创世纪的49章会揭露哈。首先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那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娜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这是第一次一个犹太的女人跟迦南人之间的一个社会接触。那她也是出于一个好奇，跟内地的这样子一个的地方的人来做一个接触。很不幸的呢，他遇到了那个地的主人是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结果他一出去就遇到这个示剑这个人。那示剑呢是那个地的主，是哈摩的儿子，也就是说哈摩就像这个世界里面的王，而他就像一个王子的身份。而西魏人是迦南众族的其中一支哈，因为他之后刚刚说到雅各已经回到了应许之地了，结果示剑就与他行淫。在原文希伯来中没有他这个字，与他就是一个行淫两个字。这个行淫的原文的意思是指的玷污，死玷污或是死痛苦。这表明呢，底娜是被迫的，他完全没有同意这件事情，也就是被强迫的一样，所以他被侮辱了。结果呢，我们看到经文在3到4节，那侮辱他的事件，最后他爱上了底拿，结果他就想娶底拿为妻。这本身来讲是一个好的，因为他虽然的手段不对，但是他想娶他所爱的女子。结果呢，这个事情我们接着来看第5节，记载了雅各发现了事件的行为。结果雅各的反应是闭口不言，并不是说他不回应，他是在等他的儿子们回来，参加一个商讨呢，一个决策的一个过程。第7节讲到说，雅各的儿子们听见示剑在以色列家里做的丑事，人人愤恨，十分恼怒。丑事这个词呢，是指不敬虔的举动，给家族带来了污染啊，所以这个又最终导致在支派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神与人之间的一个的关系破裂。丑事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旧约里面讲到，只要是丑事两个字，一般都是跟性犯罪有关哈。那可以参考其他的经文，在申命记22章、士师记的19章23节，还有24节、20章6节，还有撒母耳记13到12节，这里都是讲到了有关于丑事这个字，在旧约当中指的是一些不敬虔的举动，都是跟不当的性犯罪有关的。而这个不当的性犯罪就会造成家庭之间、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经文用到的不是单单指一个人，他用的是以色列这个词，被用来指的是整个家族的一个实体的影响。重点是呢，这个是不应该出现在以色列，那当然不是一个底拿愿意的，很不幸的发生了。这个呢，跟之后呢在撒母耳下13章到12节，就是著名的这个他玛被暗嫩，也就是被他的哥哥玷污之前回应他一样，为了这个事情，押沙龙就整个的要杀这个的暗嫩，导致了大卫家里面的极大的分裂跟彼此之间的一个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杀害哈。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在他玛被暗嫩玷污之前呢，
那他玛就对暗嫩说：“我哥哥不要玷污我。”所以这个也是一样，讲的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指的是以色列人不应该有这样子的事情，不要做这个丑事。所以在这里我们解释一下，有这个丑事在旧约圣经当中都是指的不正当的手段的一个性行为。接着我们来看见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雅各跟他的这个儿子商议，结果他们就为了底拿的事情呢，就开始跟哈莫呢开始来这样子做一个协商。原因是因为刚刚讲到了事件的喜爱这个事呢，底拿，所以他就主动的去要求呢，跟雅各家能够结亲作为请求。第9节是一个联姻的一个提议哈。那联姻的提议是因为这时候呢，雅各的家族是住在这个城，是示剑城，那给他们呢一个享受一个在这里的公民权的提议哈，可以说让他们在这里居住啦，可以做买卖啦，可以置产业买房子等等的。那我们常常有提到，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大部分都是游牧的民族，都是住在帐篷里的，当然能够落地呢生根，能够有自己的产业，能够居住，也就是说在那个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邦国，你有一个公民的身份呢，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的选项跟考虑。记得以前我们谈到罗德跟亚伯兰分开之后，罗德也是渐渐的挪移他的帐篷，最后住进了索多玛，也是同样的这样子一个例子的一个身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这个事件的家族呢，对雅各家族提出来的一个娶底娜的一个条件，在11到12节。那13到17节我们就来看到说，雅各的儿子呢，因着事件玷污了他的妹妹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的父亲哈姆。在14节呢，讲明说，他讲到了说呢，用一个理由说，以色列的规矩和通婚的条件是，我们不能把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如果你们所有的男人都受割礼呢，和我们一样才通婚。我们之前有谈到，这个受割礼是因为以色列人要守亚伯兰之约。第二个是，这个是只有在亚伯兰的后裔跟子孙才需要受割礼。当然在当时亚伯兰时代，这些跟亚伯兰人都受了割礼，但是之后的外邦人是没有这个条件需要的。在这边他们提出来的这个根本也不是跟亚伯兰之约没有关系，也不是因为他们就可以变成犹太人等等之类的，只是他们一个的借口，是一个诡诈的一个诡计。我们接着往下看，他们就提出这么一个要求，说你们要受割礼，因为我们的这个家族里面的男人呢都受了割礼，所以你们也要受割礼，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通婚。这样子一个条件提出来给了哈姆跟示剑呢，他们就同意了这个雅各儿子们的条件。在18到19节这里，到了20到24节我们来看，这时候他同意了之后呢，那哈姆跟示剑就回到他们的城里面，要跟城里面的百姓来报告这个通婚跟提议和条件，当然都是一些鼓励百姓的话。那他们对他说，如果我们可以跟这个来这边居住这样子一个游牧的一个族群哦，我们跟娶他的女儿之后呢，那他们的这个群里面的这些牲畜，还有这些财物，还有一切的牲口，岂不是归我们吗？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合情合理，也就是说，他们就比如说规划成为在示剑这个城里面居住了。所以这是哈摩跟示剑来跟全城百姓说服的一个点哈。那这个点呢，事实上根据刚刚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说他们跟雅各的儿子在谈条件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他们交涉之中所提及的条件。所以这里呢，只是他想要说服百姓的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动机哈。意思就是跟他说，如果依从了雅各他们的条件呢，那雅各这个整个家族人就会跟我们同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得到好处。结果呢，全城的百姓就同意，而且就接受了这个割礼。接着才是开始讲到了雅各的儿子们，他做了这件事情的真正的意图，就是要来屠杀他们。在这个整个的大规模的受割礼，所有的男子都受割礼的第3天，那这是受割礼呢最疼痛的一个的时候，一般呢受割礼完大概需要1个礼拜的时间会恢复。那这时候呢，经文讲到说，
他们受完割礼第3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这时候疼痛是达到顶峰，而且他们会觉得很虚弱。这时候此刻呢，手上真的是无缚鸡之力哈，根本没有力量去抵挡什么的。结果雅各的2个儿子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就来这个城中进行了这次的屠杀。这2个儿子呢，是底娜的亲哥哥西缅跟利未，他们2个都是利亚的儿子。那底娜呢，是底娜的亲哥哥，就因为这是他的亲妹妹，所以当然是深感同受的，要为妹妹呢来做一个复仇，做一个报仇，所以他要来处理这件事情，并不是他这些其他的哥哥们，乃是他的亲哥哥。结果呢，这件事情整个的杀戮完毕之后，在26节，因为这时候呢，他们就杀戮了整个的王室开始。那他们首先杀了这个哈莫，就是王，还有他的儿子示剑，也就是王子。不但如此呢，还把他全城里面很多的这些男丁整个都杀掉了。所以呢，接着就把底娜从示剑的家里面就带出来了。带出来之后，不但如此呢，他对城中一切的破坏，在27到29节那里，不只是把男丁屠杀了，而且把他们的这些的财物、孩子、妇女，还有一切的这些的财产，通通都掳掠去了。这是这2个，就是这2个人他们所做的这么一个的事件，来屠杀这个城哦。这件事情完之后，我们就来看30节到31节。当雅各听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立马就谴责了西面跟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个地方的居民有了臭名。因为这个是迦南地，利未示剑不过是迦南地里面的一个城池而已。那雅各这样子的谴责他们，指的是说，如果住在示剑附近旁边的城，也不会离得太远。那这边雅各提到了2族人，第一个就是迦南人，迦南里面有7族，还有旁边的叫做比利洗人。雅各就是意思跟他说，你们这样子的做法，很快的这个风声就会传到当地的人耳朵里面。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做了这些的事情，很可能我们整个家族会面临危险。原因是因为雅各说到，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的全家就必灭绝。所以这2个人所做的事情完全是冲动的，没有想到后果的。但雅各呢，他在这当中经历了神在带领他在拉班那里20年，他各方面的远见、各方面的见识、经验已经非常充足了，所以他看见这件事情不是说只是一个仇恨，或是去报仇，或者去泄恨，他看到的是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带来的影响，会导致他整个家族可能会被人家来击杀的一个危险。但是呢，当雅各这么提出之后呢，他的儿子呢，这2个儿子就做好一个准备好的答案。他们2个就说，他岂可待我的妹子如同妓女吗？这个他是指的示剑，但是他的意思说，雅各你的担心是失焦的。他们表现出呢一个道德上的愤慨，因为他跟雅各讲说，事件的提出的本质呢，事实上底拿已经被当成像妓女、像一个娼妇一样的对待了。所以这2个儿子觉得雅各呢太容易妥协了，那他们是为自己的妹妹呢报仇来辩护，在行天道行出正义，这好像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这的确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他们做过头了。他们所行的，要今天为自己的妹妹来申冤，来这样子来处理这件事情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到某个点就应该停下来。但是他们做得太过了，他们为了这件事情，把他整个城里面的男丁都杀害了，而且呢，把他们的这些孩子、妇女、这些财产通通都夺过来了。讲不好听的，就等于把这个整个城里面的男人都趁着他们没有办法还走的时候，把他们都杀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破坏跟一个屠城。所以呢，
而且他们没有想到雅各对他们所说的说，你们这么做的结果是让周遭人更加的来提防我们，甚至于可能会动起了要杀害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因为雅各的家族也没有不过就是可能就是几十人或是上百人，绝对没有办法抵挡其他这些的众臣，其他人一起想要来就是来抵挡他们，甚至要杀害他们。所以呢，这是雅各跟他儿子之间的对话。但是这件事情呢，雅各既然说了谴责他们之后呢，雅各没有忘记这些，而这个事情呢的后果会在创世纪的49章就会显现出来了。那时候就是指的雅各对他的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就做出了对他这2个儿子的一个的祷告跟一个预言。那这个祷告事实上就等于是一个像这个长子的祝福一样哈，那也不是一个真正祷告，就像是一个预言，也像一个临别前的一个祝福。就像当初呢，以撒对以扫跟雅各所说的是等同的一个果效。这等到创世纪49章的时候，我们再来分享哈。接着我们来看见呢，在这章里面34章的当中有2个看见。第一个看见是这章有3个功课，首先是不能和迦南人通婚，那这个会破坏以色列自己的独特的一个身份，因为这是呢之前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或者今天他为以撒娶妻，包括以撒为雅各娶妻，他在这个以色列的列祖当中都清楚的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不能够跟迦南人通婚。第二个是迦南人必须被毁灭，这是正确的，但是不是在这个时间，也不是用这种手段。第三个是不能被迦南人同化，一旦通婚之后，自然就会接受他们的习俗，就会来做这样子一个同化的一个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非常之大。因为从我们看见以色列后面的这些历史上的发展，的确是因为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接受了他们的这样子所拜的偶像，渐渐的被同化，而失去了敬拜独一真神。所以这是在34章我们所看见的整个2个看见。这边首先看见的是3个功课，第二个看见是因为西面跟利未参加这个屠杀的相关后果。在创世纪呢49章5到7节那里，我们这边先讲一下，之后我们会讲的比较细的里面的内容。雅各呢给他们祝福之后，这2个儿子是被咒诅的，这个咒诅是他们2个将不得承受应许之地的产业。换句话说，当以色列进去迦南地之后，那按照第一次他们进去的时候呢，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约书亚就按照摩西之前这样子所吩咐的，然后让以色列人来捉阄等等，他们就得到了自己该得的应许之地。但是这2个支派是没有的哈，这2个支派是没有承受应许之地的，原因就是因为雅各没有给他们这个祝福，却是被咒诅的，以至于这2个支派散落在其他的支派当中来居住或是过日子。第二段是在约书亚记8章30到35节，在那边呢讲到了，就是说约书亚呢并没有去征战就拿下了4件，原因就是因为这时候的4件在西面跟利未的当中之下已经被他们占据了，是用着一个不好的手段，是一个仇恨的力量，是一个不在神的时间点去把迦南灭掉的一个做法。但是呢，无论如何事情发生了，所以当约书亚在进攻迦南地的时候，他并没有征战，就直接拿下了4件哈。而4件是被2座有名的山夹住哈。在创世纪在这个约书亚记那边就讲到了，南面是基利新山，北面是巴路山。这2座山是很有名的，是以色列吩咐这个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在这个基利新山读祝福，要在这个以巴路山宣读呢不遵从律法的咒诅。换句话说，4件是有2座山夹住，这2座山呢，摩西在那边叫一半支派人在另外一边讲到祝福，另外一边讲到咒诅。其实为什么这个约书亚记那边记载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西面跟利未他们在这个时候没有遵照神的指令，也没有跟他的父亲商量，
两个人只是一个血气冲动，用仇恨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在这边呢，这件事情摩西之后呢，当然他是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吩咐以色列就是要记住，不可以随便去做自己没有做的，做这个神没有做的，叫他们做的事情，也不可以去任意的屠杀你要屠杀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之后有的记载。所以这个等到在这个我们在分享约书亚的时候，记得说我们再来分享里面的内容。那约书亚呢，为了整个的迦南地呢有做征战，但是呢，等到他进去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并没有为示剑这个城做任何的征战，原因就是在这里，他示剑的城已经被他们的儿子用不正当的手段已经先夺取了，而且不是在神的旨意、神的时间之下所得到的。好，这件事情是在这个创世纪的34章，我们谈到了底纳事件所发生的这个故事内容。我们接着来看创世纪的35章的1到15节。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我们看见在35章第1节，首先是神启示的一个鼓励。神命令雅各说，他要把在伯特利当作他的应许之家，至少住到一段时间。那神就命令雅各说，叫他到伯特利去那边筑一座坛给神。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是神向他显现的哈，因为当时他逃避以扫的时候，逃到拉班那里的时候，神的第一次向他显现。那这里呢是神提醒他，再一次提醒雅各显现的地方就是伯特利。事实上呢，这是亚伯兰之约再一次得到确立的地方哈。在之前我们讲到说，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列祖，他们是自发自动的去筑坛，来向神敬拜，来向神这样子来做一个祭坛，是我们屡次看见是颇为常见的。但是在这里跟之前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很特别的，我们看到经文讲到的是神命令雅各要去筑坛。为什么神要命令雅各去筑这个坛呢？好，我们接着来看35章的第2节。神就告诉他说，雅各就对雅各呢，接着就对他家中的人，这家中人是指的他跟他的家眷就是他的4个妻子跟他的儿子们，还有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这些同在的人是包括他的仆人，这些的奴仆，还有呢，之前刚刚呢，就是他们从示剑夺回来的这些的战俘等等的。神指示雅各去那里为他筑一座坛，然后要指示雅各做3件事情。首先最主要是要在这个祭坛的当中之前要做洁净。第一件事情，神说你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这些外邦神不仅仅是这些事件的俘虏所崇拜的，包含了之前我们谈到了拉结从他父亲家偷来的神像。那事实上雅各或许在这分钟他都还不知道拉结曾经做过这件事情，但是神知道。那事实上呢，这些刚刚从示剑掳来的这些的新的俘虏，都是在迦南地都是拜偶像的，这是雅各所知道的。所以他很明确的知道说呢，这个他是要去要求呢，这些被掳来这些俘虏呢，要去他们除掉他们的偶像。第二个呢，雅各指示家里人也要自洁，也就是呢，要透过浸水的方式的这个仪式来做自洁。第三个要更换衣裳，这也是洁净过程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要回顾一下，这里为什么神要叫雅各来筑坛。其实神在这里做了一件事非常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做洁净的一个工作。首先是处理了拉结偷来的神像，这个神像一直存在雅各的家里面。雅各我们可以从经文看到，他的确是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早就可能就是来指责拉结做的事情。但是神知道的，神不容许有任何的这种神像或是这些不洁之物在神的家里面。但雅各不了解这些事情，更何况他们又新掳来了这一批的俘虏都是迦南地的人，更何况呢是他的儿子们做了这些事情。事实上来讲，某种程度这是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神都知道这一切，神就要雅各呢到伯特利去筑坛的目的，就是要依次整个做大洁净、大清理，把雅各整个的家族，包括他的
仆人、这些婢女跟掳来的这些人，全部一次的做洁净。所以看见神的做法，才看见说我们如何的看见神在这个事情上面他的作为，为什么要他去做，意思就是要他们自洁，除掉他们一切的这些不该有的不洁之物，还有偶像。好，我们接着就看第3节，是雅各呢就讲到了他这个行程跟足坛的原因。那在这边我们经文讲到说，看见说这是神在他遭难的日子应允他的祷告等等之类的，这里就回到了他第一次他在伯特利遇见神的一个的状况。所以35章第4节就讲到了一个描述了他家里面的人在属灵上的洁净，就如同我们刚刚所分享的，神让雅各来到这里最主要就是要做属灵上的洁净。所以呢，雅各呢他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全部呢收集起来，这些都是小的神像呢，还有他们耳朵上的环子。这里并不是说戴耳环是不对的，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呢，这个戴的耳环是金耳环，那说明呢这是一个行巫术的一个方法，是为了一个巫术的目的，这是在迦南人当中是非常流行的。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之后当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以色列人看不见他，就叫这个亚伦呢去寻找神。那亚伦就收集了他们耳朵上这些的耳环呢，结果就铸成了这一个金牛犊哈。所以呢，这就是解释为什么最后这个他们所铸的这个金牛必须要去丢弃，因为这些的耳环事实上是跟巫术是有关系的，所以呢金牛也必须要丢弃。那这个经文呢也可以去参照在先知书何西阿书2章13节那里也有讲到同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是仅仅在做属灵上的洁净，是要处理他的这个神像，包括跟巫术有关的这些的佩戴物，跟巫术有关的不洁之物，通通都一并的处理。所以呢，雅各就把这些所有的偶像的元素通通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通通把它埋掉了。那这些的神像如果是可以埋掉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神像是死的，它不会回应的，所以这些神像是可以被埋掉的。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呢，就如同刚刚雅各所考虑的，果然真的是出现了。这些旁边的人呢，试图看见呢这个雅各的家族屠杀这个事件城，他们当然是觉得说这样子是对他们有极大的危险，所以他们就想要来击打他们。在35章的第5节经文讲到了说，在神的保护底下呢，神将这个整个的惊吓惧怕放在周围的城邑的百姓里面，所以他们就不敢上前呢为事件所遭遇的这个事情就报仇了。所以在这件事情是在洁净之后，神就出手呢拦阻了这些人想要意图呢来攻击雅各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接着我们来看35章的6到7节，就记载了雅各到迦南地，就是到了伯特利，就是路斯，就筑了一座坛给神。那他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取名叫做给这个地方取名叫做伊勒以伯特利，意思就是神之家的神，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神在那里向他显现，那最初是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的地方，那在这时候呢，神叫他做整个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洁净哈。那在35章第8节记载了利百加的这个的奶母狄伯拉，这是跟他一起陪嫁过来的，这时候呢已经死掉了。圣经的记载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利百加的一个奶母呢，已经成为雅各家族一份子的一个的认可哈。所以这是有关于在雅各呢回到伯特利呢所做的这些的事情，就是做一个重要的洁净的动作。接着我们来看到35章9到12节，这个完了之后呢，神就再一次的向雅各显现。这个显现的目的是要确立呢，再一次的确立亚伯拉罕之约。事实上你看到第8节第9节第10节这些里面包括了讲到说，神说他改名字不叫雅各，叫以色列，这是在之前在这个毗伦以勒呢，雅各跟神摔跤的时候就已经被改了名字。所以在这里神只是在兼顾雅各说，这是我不论你的儿子做这些事情，我已经为你处理了他们所犯下的错，
但是我仍然坚固跟你列祖所立的约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只是在坚固雅各，也让他能够安心，不要为这个事情担心害怕的住在迦南地，以至于会遭受别人的攻击哈。所以神给他是一个鼓励跟安慰，以及神自己做的工作。在这里要注意的是神自己的身份，这边讲到了，我们中文圣经是没有翻出来，他讲的意思说我是全能的神。这个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我是全能神希伯来语是 El Shaddai， 是指的说我必能成就这约。我们之前讲到雅卫这个字是指的是我是立约的神，El Shaddai这个是我不但是立约神，而且是我是能够有能力成就这个约的。不管今天这个亚伯兰之约以色列人怎么回应，我们屡次有谈到神是单方面可以完成这个约定的。接着我们就来看到13节那里，神就从那里向雅各说话的地方就升上天去了。所以呢14到15节那里，雅各就在那里再一次的跟以前一样立好一个石柱，然后呢做一个奉献跟敬拜的仪式。那不只为之前的自行的纪念，也是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敬拜跟献祭的一个的地方哈。这件事情完了之后，我们接着就来看创世纪的35章的16到20节，讲到了便雅悯的出生，也就是雅各最后一个儿子的出生，还有拉结的离世。便雅悯呢是雅各最钟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但是拉结在生便雅悯的时候呢甚为艰难，收生婆就对他说，你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那这个就成就了他之前在创世纪30章为了跟利亚在那边为了没有自己生孩子呢，自己曾经说过我宁可死了我都要生一个儿子，自己的愿望果然达成了。在这里注意的是，便雅悯是唯一出生在应许之地里面的儿子，其他的都是雅各在应许之地之外在拉班那里所生的。结果呢，拉结生便雅悯的时候呢将近于死，他灵魂要走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个儿子生出之后他就会死，所以呢他刚开始给这个儿子起名叫做便俄尼，这个希伯来语是我的痛苦之子。就如同之前刚刚讲的，讽刺的是在30章第1节他宣告如果没有孩子他就会死，如今他的死却是因为有孩子，他就给这个孩子取名说我的痛苦之子。但是呢雅各却给他起个名字叫便雅悯，意味是右手之子哈。那事实上那是他尊贵的位置哈，所以当然是父亲给他的取的名字呢，在整个后面就整个记载他的名字是便雅悯，代表了一个的父亲的这样子一个权柄。接着在19到20节这里呢，就讲到了拉结的离世跟埋葬在以法他的路边。这里是交代了便雅悯出生跟拉结的离世。接着在21到22节这里讲到了以德台这个地方，经文所列出来这个地方的记载内容，最主要的是讲到了在这里雅各在那里搭帐篷之后呢，结果他的长子流便所犯的罪。流便呢就去跟他的父亲的妾就是毗拉同寝，毗拉是拉结的使女哈，但是在这个意思上不是只是说单单是流便的一个情欲的泛滥，或是他今天做了一个乱伦的行为。事实上在整个的旧约其他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在撒母耳下3章7节12章8节还有16章20到22节那里参考，都是讲到了呢类似的一个状况呢，是讲到了他们试图来篡位。所以在这里呢流便呢可能试图要篡位，他借着呢跟王的妾来同寝，得到家族的统治权哈。所以从后面的经文我们来推这个事情，流便这么做不单单只是情欲的泛滥，他可能是要快速的得到他自己长子的权利哈。但是这件事情呢雅各知道了，他再一次的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在之后呢49章3到4节那里呢就会讲到了流便因为这件事情他的代价就失去了他的长子权，他不能继承长子的权利。所以这是圣经在这里交代的这件事情，就看见流便所做的这件事情的一个后果。接着我们看见
经文在22到26节就交代了雅各的12个儿子。首先呢，就提到了流便，他是雅各的长子。那因着刚刚所提到的罪，所以他会失去他的长子权哈。那再来就是有关于雅各4个妻子生的这些的儿子的这些的这些的列在这边的，这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就不花时间来这样子附送了。接着是35章的27到29节，讲到了以撒的离世了。经文交代了以撒一共活了180岁，他是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列祖的3位列祖最长寿的一位。当以撒180岁离世的时候，雅各已经120岁了哈。但从后面看见这个之后的约瑟下埃及之后呢，那雅各随后就到了埃及的时候，雅各是到埃及的时候是130岁。所以呢，也就是说，以撒离世的10年后呢，那雅各就为了饥荒的这个缘故，就下了埃及哈。而这时候呢，因着以撒的过世呢，以撒的2个儿子以扫跟雅各呢，就一起把他埋葬了。他埋葬的地点就是之前亚伯拉罕所买的这个的麦比拉洞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所买的这个坟地。他2个儿子呢，就把以撒埋葬在那里。接着我们就来看到下一章，讲到了创世纪的36章。36章呢，整章是讲到了以扫的一个家谱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很快的带一下，交代一下它里面的这些的整个的经文的内容。首先讲到了以扫的一个家谱哈。那以扫有2个家谱，分成2支，一支是在应许之地之内的，一支是在应许之地之外的希尔山。为什么呢？我们等一下稍后来看。那接着我们讲到了说以东，我们知道是以扫的另外一个名字。那因为什么圣经把它用以东讲到以扫另外一个名字呢？因为这是以东作为一个国家的名字，它是一个列国、一个邦国的一个名字。那2到5节呢，就列出来了以扫跟他妻子在迦南地所生的这些儿子们的名单哈，在2到5节36章。6到8节就讲到了说以扫就离开了迦南地了，就往别处去了，离开了他的兄弟雅各。原因是因为2人的这个的牲畜甚多哈，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够住在一起了。这个问题跟当初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分开是一样的状况。但是重点是在于说，这里是表明了以扫要放弃迦南地，也就是要把应许之地留给了雅各了。当然这个当然是神自己的作为哈，把以扫呢就带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以扫呢认真的呢对待着这个列祖的一个祝福哈，所以他决定要在迦南地之外找到自己的产业，因为他也知道说他并不是不知道神给他们家族的应许哈，因为从他的这个祖父，从他的父亲他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以扫呢这时候呢觉得自己也没有必要了，因为他自己的这些家族业大了，所以呢他就决定说就离开了应许之地。那离开了应许之地呢，就讲到了以扫呢在离开应许之地，在这个迦南地之外的希尔山呢又生了其他的子孙。那这些的子孙就是以东人的始祖哈，这是记载在36章的9节到37章的1节。36章12节呢讲到了这个以扫的这个儿子以利法的妾呢给他生了亚玛利。那我们会提出这个是因为亚玛利人呢在整个圣经里面扮演了一些的重要的角色跟历史哈，所以我们要交代一下，所以我们才提出来。至于其他的这些的我们在圣经没有提的，我们就不花时间来特别再分享了。亚玛利人这一支呢这个民族呢在以后以色列历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亚玛利人是居住在西乃山的这个的地区哈，西乃地区跟南地。这个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4章的9节，民数记13章29节，14章43节跟14章45节都有。而亚玛利是攻打以色列人的第一个邦国。其实呢亚玛利人后来在士师记呢征服过以色列人，他压制过以色列人。那时候呢士师的时候呢国中里面没有王。那到了撒母记的时候呢
在神的命令之下呢，他们就被扫罗所杀。这个在撒母记上14章48节、15章1到9节都有记载。所以这是一个亚玛力人，他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总是跟以色列为敌。此后呢，在大卫王朝的时候，他也就被大卫所击杀了，一直到这个大卫家里面的西西家的时代呢，西缅支派呢才把整个这个亚玛力人整个终结掉了。这是要到了历代志上呢4章42到43节那里才有记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包括从摩西第一次遭受到亚玛力人对他的抵抗，一直到历代志上到西西家时代，很长的一段历史呢，亚玛力人都是跟以色列人作对的哈。那这个支派呢，这个支派呢，的整个的家族的一个的图示呢，我们列在这边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各位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圣经哈，我们就不花时间分享这个里面的这些内容，最主要就是把亚玛力人这个的历史呢，先做一个简介，之后再来做这些的他们的影响。那36章的15到19节是这个部分列出了以扫的子孙里面哪些是做族长的哈，各位可以来参考自己手上的圣经。接着在36章20到30节呢，这个部分呢列出了何利西人希尔的子孙。为什么这里讲出来这部分的交代呢？因为何利人跟以东人之间是有一个关系的哈。那事实上刚刚讲到了以扫呢离开了应许之地，就到了希尔山，到了应许之地之外了，他就在那里定居了。而事实上希尔的子孙呢，事实上是原来以东地的原住民，他本来就是住在那个地方的居民，所以当初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一个邦国哈，在创世纪的14章6节那里就有讲到了。但部分被消灭，部分被以扫就征服了哈，这个在申命记的2章12节跟22节都有交代。所以剩下来的这些的人呢，就跟以东人通婚，就被吸纳，最后就成为以东人哈。这是圣经对于这个族的一个的交代，在20节到30节的里面。接着31节讲到了以东的诸王，就讲到以扫后裔的离开应许之地以后呢，他们里面这些的王，这是一份呢以东诸王的名单，在31到39节。在多数的情况之下，王权是建立在父子的关系的王朝基础上，就像中国的一个王朝总是皇帝传给自己的儿子，或是传给太子。但是在以东的王权却不是建立在父子的关系，相反的，以东的君王是一个选举的一个的体制。当那个王如果离世的时候，这个首领或族长就会聚集在一起呢，选出另一个新王。这也是今天整个后期呢阿拉伯民族的一个的形态，就是有很多的这些的族呢推举出一个可能是他们认同的一个族长作为他们的王哈。那以东的京城呢就是自然会随着这个王的家乡而会有变动。因着这个是一个君王的选举的政体，所以以东的王都来自不同的城。事实上这个制度是很好的哈，因为不是由一个世袭制，乃是选举出一个贤明的，或是有德高望重的，或是有能力的一个王来治理哈。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制度。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呢，在亚伯兰之约以外的人呢，很有趣的，我们看见说起初呢刚开始呢做的都比亚伯兰之约里面的人好。我们看见从我们在谈亚伯兰约一路谈来，讲到这个雅各啦，讲到以撒，做起来好像都没有人家好，只不过是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不过这是刚开始哈，到了后面有看见说整个的演变下去，才看见说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从这里我们看见，起初呢约外的人似乎比约里面的好。在这里呢，以扫起初做的比雅各好，他的确了，雅各还基本上无论他今天怎么做，他得罪他哥哥，而以扫是能够来接纳他的这个弟弟，跟他和好，看起来以扫还比他更有义，更有情哈。但是呢，这只是刚开始，等到后面我们才看见说，神真的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记得以撒曾经对以扫说，你要住在你弟兄的东边吗？然后你要以打猎为生，也就是说他是有侵略性的。
果然这件事情，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以扫的后裔亚玛力人，他就开始敌对以色列哈，演变到最后根本就是整个的阿拉伯世界对这个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的侵略性或是一个敌对性这样。所以呢，这是后面的一个发展。所以刚开始不是的哈，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以东刚开始做的好像比以色列还要好，那包括罗德起初做的也比亚伯让好等等的，都是有这种现象。但是终究的，神都知道之后的整个的发展跟人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念头跟真正所发生的。当然这里面很重要要强调的是神自己的保守跟他自己守约的一个的观念，以至于才不会有这种每况愈下的一个情况。当我们谈论完了36章里面对于以扫这个家谱的交代之后，我们现在开始要来转入到整个的雅各的一个家谱里面，讲到约瑟的一个的故事哈。创世纪的最后的14章，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创世纪50章结束，创世纪用了14章专门讲约瑟，跟讲亚伯兰的章节数是一样多哈，可见这个的故事内容是非常的重要，对于整个的以色列，包括对给我们的学习跟教导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来看这边的开始讲到整个的约瑟的一个的故事哈。首先我们了解的看见说约瑟呢的故事会完结了雅各整个故事，这个整个的家谱的这个当中呢，我们都很清楚的约瑟的哥哥所做的自由的选择，把约瑟卖掉了啦，然后卖到埃及等等，这是他哥哥们自由的选择。但是神怎么样用他的主权去介入之间两个互相的影响，包括了之后约瑟跟哥哥们相认之间彼此的这些互动，都是我们来看见的哈。同时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要来看见说约瑟跟神之间的一个的关系。所以约瑟他是整个以色列家族转变成以色列国的一个的纽带，因为从约瑟在那边做宰相之后，雅各随着就带着他整个家庭里面的70个人下到埃及，一直到整个的这样的繁衍，一直到出埃及，所以变成一个以色列国。所以约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纽带。在一些的教导当中呢，约瑟常常被教导当作是弥赛亚的预表。预表这个事情之前我们有提过，你必须要在新约里面有看见，无论是使徒的书信或是主自己有来过引申过，但是约瑟当作是弥赛亚的预表，在新约当中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在新约里面约瑟被提及4次，第一个是在约翰福音4章5节，第二个是在使徒行传7章9到14节，第三个是在希伯来书11到21到22节，第三个是启示录的7章到8节。但是要注意的是，这4处经文没有一处说它是弥赛亚的预表，所以再一次我们讲到说，这个预表不能够滥用，你不能什么都套在预表当中，这是很危险的。渐渐的习惯就会变成是灵异解经。关于弥赛亚预表事情，一定在新约当中是被引出来的，是有应用的，我们才能够认定，否则的话是不可以随便的今天把它当作是弥赛亚的预表哈，避免我们会在读圣经的当中会用灵异解经的方式来去把新旧约里面的这样子来解读。此外呢，约瑟是没有罪性的，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整个约瑟的描述，看见约瑟几乎都是没有犯罪的。但是要注意的不是说他完美不会犯罪，因为没有人是完美没有罪的，只是圣经的整个的记载没有记载约瑟在信心上的过失，没有因为他跟随神在信心上他有跌倒过，不像今天他的这个的列祖曾经在信心上面都跌倒过，约瑟没有的，他自始至终都相信神，自始至终他都相信神给他的这些的梦，他给他为什么要带到埃及，他始终都是在想的。所以我们接下去就会在这10次当中来分享整个约瑟的信心。在这当中约瑟没有在信心上是有过失的，而亚伯拉罕有，以撒有，雅各都有，提到约瑟并没有。第二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没有任何特别的启示给过约瑟。我们刚刚讲到了，包括
讲到了最后，神还对雅各来显示，来对他说这些勉励的话。那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不同这种形式的特别显示，我们都讲过了，有不同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方式来向他们显现，但约瑟没有，约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启示。所以呢，自始至终我们看见这14章里面，神没有对约瑟显现。约瑟做2个梦，那只是梦，并不代表神向他显现，神亲自对他说话。事实上，约瑟刚开始做这梦的时候，他也不了解这梦的意思。换句话说，整个约瑟跟随神是一个信心的生活，而这个信心生活不是在建立神给他的意象，神给他的这些显现，没有给他任何东西，他仅仅只是建立在对神话语的认识上，而不是在建立神给他的特别启示。而他对神话语的认识上，是当时是从他的父亲，从他的这个的祖父，从以撒这些的等等的这些听到的，所以他对神是敬畏的，他知道这位神，而且他是这样子的对神坚定的来倚靠他，所以他是在神给他们列祖的这个约跟给他列祖的这些话语上，他来建立他的信心的生活，而不是有任何的特别启示，或是这些特别的这些的一些的向他的显现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学习的。37章第2节就讲到了约瑟跟他的哥哥的关系。首先讲到了约瑟的年纪，他17岁。那雅各呢，到哈兰的时候，到他舅舅拉班的时候呢，是77岁。约瑟出生的时候，他是90岁哈。这是那约瑟被卖的的时候呢，雅各是107岁。这时候这个时候以撒呢是167岁。那约瑟被提拔宰相的时候，雅各是120岁。10年之后呢，雅各到了埃及，就是他130岁。这些都是跟雅各的年龄是相关的哈。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整理。那约瑟的学习跟他哥哥一同做牧羊人的工作呢，约瑟呢就来跟雅各报告他哥哥所做的这些的恶事、坏事等等之类的。再一次的，有些创世纪的这些的注释呢，就讲到约瑟是一个告密者，是一个打小报告的人，是一个不好的人，是一个小人的一个行为。事实上呢，这只是再一次是人的一个看法。刚刚已经提到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圣经并没有记载任何约瑟的一个过犯，所以从神的角度看，约瑟是一个完全的人，当然不代表他是完美不会犯罪的哈，这我们屡次都有谈过。事实上，如果今天有人做了坏事呢，那你把这个坏事去报告并没有错，就像今天你去举报有人今天犯了罪，你去跟警察报告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因为这个方式告诉这些的执法的人，是避免了犯罪更泛滥，避免了这些犯罪分子更犯下更多的罪。更何况约瑟是他们哥哥里面的弟弟，他也不适合当面来指责他的哥哥们的这些的恶事。注意性圣经里面讲到他做的是恶事，是很坏事，当然没有讲什么，但是的确是很明显的这些不好的行为。那约瑟弟弟也不能指责，所以他只能告诉他的父亲哈。所以从这些的角度来看，约瑟做这件事情上面并没有不对哈。但是有人就说，因为他是告密者，这本身是并没有错的，但是呢，他说的是真实的，他不是一个去打小报告、去谗言说坏话的人，他只是把真实的情况向他的父亲报告而已哈。这个不要忘记，他不是说谎，他只是把实情告诉他的父亲而已。第3节就讲到了雅各对约瑟的偏爱。雅各对他的偏爱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约瑟是他年老所生的，那时候便雅悯还非常的小，因为刚刚讲到便雅悯才刚刚生没多久，那个拉结就过世了，所以约瑟是他11个儿子，是雅各年老生的。第二个是约瑟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长子，所以就使约瑟呢是如此的特别。那他被偏爱的一个的证据就是雅各呢就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这个彩衣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哈，希伯来语的意思不是说一件外衣有多种颜色，好像很多种颜色织成很漂亮的衣服。
事实上这是指的一件长衣袖的一个长外袍，一个外衣哈。它事实上这个原来这个意思是指的有像皇室外衣的意思，因为在撒母耳记下13章18到19节有类似的用法。那彩衣的一个传统呢，这样子的一个翻译呢，是基于这个最早的70译本哈。其实它的读起来意思就是一个多色的长袍多色的长袍。那这个举动呢，事实上雅各只是对一个约瑟的偏爱，愿意呢预备把他列为首位。那事实上这是一个雅各任命约瑟呢为族长的记号，所以雅各呢预备要将长子名分给了约瑟，以替代刚刚我们想到了说流便呢跟他的这个妾行淫的这个的状况，能够呢代替流便得到长子权。事实上这就是雅各对流便呢一个罪的一个的回应哈。所以这时候呢雅各心里已经打算要来把长子权要给雅各了。第4节就讲到了说呢，雅各给了约瑟这件彩衣呢，引起他哥哥们的愤恨，对父亲的这种的偏爱呢，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恨。回想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因为底拿的事件，他的2个哥哥西面跟利未就去把全城的人都男丁都杀害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先停一下，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仇恨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仇恨可以毁灭掉一个城，仇恨可以让很多人今天会被杀害，仇恨会导致战争，仇恨会导致太多太多的结果哈。所以呢，对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常常要记住，这个仇恨不能够存留在我们的当中，否则呢，我们会造成很多里面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一直在教导说，我们一定要饶恕。一旦仇恨放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的心整个是扭曲的，我们心里面就会想要报复，会记恨，什么里面的这些恶全部都出来了。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个西面跟这个利未所做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哥哥们呢，约瑟的哥哥们对着父亲的偏爱，当然这是一个父亲的决定哈，但是呢，他们却里面充满了这个嫉妒跟愤恨，所以呢，就不跟约瑟说和睦的话，对他是很不客气的哈。那哥哥们对雅各的第一层的怨恨，是因为雅各把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哈，这是他们对他的一个愤恨。第5节就讲到了著名的约瑟的2个梦。首先他做了第一个梦，他做这个梦呢，他是说他17岁，可能就很天真，他也没有想什么，因为他不懂这个梦是什么。结果他讲完这个梦呢，他们就更恨约瑟，因为他做这个梦，他说我们在田里面呢捆这些的庄稼的这些一捆一捆把它捆好，我的捆呢就起来站着，你们的捆围着我下拜。这当然是讲得很清楚，是指的是倒不是那个捆不捆，重点是你们向我下拜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哥哥就更恨他了。所以哥哥们就回应说，在第8节回应说，你难道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虽然他们没有人知道这个梦里面的解释跟含义哈，于是结果他们就越加的来恨约瑟，这是第一个梦。接着是讲到9到11节，描述了第2个梦。他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他说我梦见了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我下拜。结果这个事情呢，雅各知道了。第10节是雅各的回应，他就带着责备，因为约瑟呢把这个梦告诉他的父亲跟哥哥们，他的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特别是这个梦，他说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你的弟兄都要果然向你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是，当约瑟告诉雅各这个事情的时候，讲到太阳跟月亮跟11星，但雅各里面的解读，他里面就知道说，他讲的这个太阳指的是他，月亮是指的这些他的母亲，而这11个星是指的他其他的11个儿子。所以这个里我们就看见一个对比，就知道说雅各里面是这么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会讲到说，难道我和你的母亲跟你的弟兄
就对照了太阳、月亮跟11个星的意思哈。所以雅各其实里面心里是有数这个梦的意思，但是他也不了解神为什么告诉雅各做这个告诉约瑟做这个梦。当然，雅各在这里提到的母亲不可能是拉结，因为拉结这时候已经过世了，所以呢，很可能是指的拉结的这个使女毕拉，因为呢，她代为来照顾约瑟跟便雅悯哈。那在11节呢，就记载了哥哥们的回应，他的哥哥就嫉妒他哈，所以从仇恨、恼怒，渐渐的变成嫉妒，又多了一个。其次呢，就是雅各的回应了，但是他的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为什么存在心里？他的意思在思考这个话会不会成就，是不是哪一天他们全家都会向约瑟下拜？到底这个梦怎么成就，如何成就，根本这时候是不知道的哈，因为这时候约瑟还没有下到埃及，他也不知道约瑟被埃及之后还是活着的，没有人知道之后的事情。所以呢，雅各呢却把这个话存在心里面，他靠着这件事思考这个话要怎么成就，如何成就，不知道，但以后他就会清楚这个梦的意义。那这里我们要插入关于这个梦的3个看见哈。首先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之前我们有提过约瑟的解，就讲到了这个之后会讲到约瑟的解梦哈。在圣经里面的记载，犹太人呢从来不需要别人为他们解梦，在整本圣经里面没有说到一个犹太人梦见一个事情，另外一个犹太人为他解梦的哈。因为犹太人能够理解任何犹太人所做的启示性的梦，他自己就可以理解。因为神给他梦，神就会对他说，会向他解释。第二个是他看见，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个别的犹太人，他倒是对外邦人来解梦哈，包括了今天约瑟为法老解梦之后呢，但以理为尼布撒尼迦王来解梦哈，所以这2个都是同样的例子。所以犹太人自己得到梦，他如果得到梦是出于神的，神就会告诉他这是什么；如果不是的话，自然去问神也不会回应。第二个就是犹太人，他是可以被帮助这些外邦人来解决这些他们不了解的梦。之所以犹太人会这样子，你问说为什么？原因是因为神的圣言是交托给犹太人，这是在罗马书3章第2节，因为他们对神观跟神的主权跟神的看见是跟一般人是不同，因为他有整个的概念对神的一个的认识哈，因为这是神委托给他们的一个的任务跟使命。所以这里我们穿插对这个梦有3个的看见。接着我们就来讲到了约瑟的这个梦的这个部分呢，新约有一个地方是引用跟应用的。刚刚讲到了，在这里呢，约瑟所做的梦，太阳是代表雅各，月亮代表约瑟的母亲哈，无论是他是拉结或是拉结的使女，而11个星是代表雅各其他的11个儿子。这是约瑟所做的梦，在新约里面引用的就是在启示录的12章1到2节提过这一段哈。老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一个披戴日头、月亮、晨星的一个妇人。再一次的，我们就了解从刚刚我们所解读跟雅各自己对约瑟的认识，他的解读，我们就知道这里呢，太阳在启示录这里的太阳是代表雅各，月亮可能是指拉结。而12个星当然是代表着约瑟在的雅各的12个儿子。约瑟在这里做的梦是指的11个星，是指的他们向他下拜，是指的他之后要在埃及做宰相这个的事情。而在启示录这里就不是只有单单指的说这11个，乃是指的整个以色列国，是指的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国，就包括约瑟在内了。这是2个的唯一的一个差别。所以呢，因着启示录这个书呢，我们要了解启示录必须要在旧约的背景下解释，而不是在新约的背景下解释。所以呢，启示录的12章这里讲的这个妇人不是教会，而是代表以色列。所以妇人来代表呢，来比喻，事实上用妇人比喻是恰当的，因为呢，在旧约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心腹哈，这是指的妇人。因为在启示录这里妇人讲到说她有孩子，我们目前是教会，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目前是耶稣的未婚妻，我们是还没有过门，不是今天有生下任何的孩子，以我们指的男女之间婚姻的观念来讲哈。但是在启示录这里讲的是指的这个妇人。此外呢，在启示录里讲到说，这个妇人就生下了一个孩子，
再讲到经文讲到说他有铁杖等等之类的。如果今天这个妇人是指的教会，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妇人生下这个指他是掌管列国的，他带着铁杖，跟诗篇讲的是一样的事情，指的是主耶稣基督。那如果这么用新约的方式，我们来看启示录这一章指的说这个妇人是教会的话，那就意味着是教会生下基督，这是不合真理的。我们知道基督是有从犹太人来，而整个是从整个的旧约一路下来到耶稣基督降生哈，所以说以色列生下了基督，这是对的，但是教会没有生下基督哈。在这边我们顺便来补充解释一下，在这边的新约里面引用的启示录的这个的意象里面，老约看到了这个妇人指的是以色列，不是教会。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创世纪的37章12到17节，就描述了约瑟被卖的这个里面的前奏，讲的约瑟入坑。那首先是约瑟哥哥就往示剑去放他们的羊哈，因为这时候示剑已经是属于他们的一个的管辖区了，所以呢雅各就叫约瑟去看看他的哥哥平不平安啦，群羊平不平安，给他报个信。结果15到17节就讲到约瑟在田野中迷了路，那有人听见呢他是要往多丹去，所以约瑟呢就往多丹呢去追赶他的哥哥们，因为有人听见他哥哥们在那里，就报这个信息给他。圣经之所以这样子在讲这个地点这件事呢，原因是因为多丹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海岸平原之间的一个东西的贸易的路线上，往南就通往埃及哈。圣经这么提，就是为了之后要为这个卖约瑟的事情埋下了这个伏笔。所以约瑟呢，有人告诉他这件事情，他就去追赶他的哥哥了。在18到24节就讲到了他的哥哥的阴谋了。首先他的哥哥看见了约瑟还没有走到跟前呢，远远看见他，好，哥哥们就开始同谋要害死他，再一次的说明了他们的仇恨的程度，这一个程度，他们从愤怒、嫉妒、恼怒等等，最后动了杀念。所以再一次我们要提醒所有弟兄姐妹，仇恨这个东西不是要常常的为这件事情祷告，为自己跟自己认识人，为任何的国家民族都是要常常在这件事情祷告，当然必须要在神的旨意之下。但是仇恨绝对不是从神来的，而且仇恨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的毒根，这个所带下来的结果真的最后会出现很糟糕的这些的，甚至于战争，或是说今天会杀害人哈，很多都是这样子所造成的。所以在这里他们就更进一步的罪就显现出来，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就大家同谋要害死他。在19节那里呢，讲到了他们给约瑟取了一个绰号，说是做梦的，这也显明了他们是憎恨他的原因。这个讲他是做梦的呢，又有一点是嘲笑他，又有一点是讲到说约瑟呢会统治他这个梦。所以20节他们就说，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面，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看看他的梦以后会怎么样。所以他们要做的是要能够使约瑟的梦无效成空哈。当然这是拦阻了神的一个计划，当然不会成就。再一次的这里讲到了为什么困扰他们，真正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记恨，演变到最后要谋害。21到22节就讲到了流便这时候来代求要救下约瑟。流便是长子，他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他并没有参与哈，反而他是用一个劝解方法，说不可以直接经手杀死约瑟，流他的血，因为流人无辜的血是他们也知道会遭到这些神的惩罚的哈。他说可以把约瑟丢在坑里，把他饿死、渴死或是冻死，但是不可以亲手杀害他。那他这样子做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哥哥呢不会有直接的谋杀罪，是变成间接的谋杀罪。事实上呢，流便的真正意图是想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把他还给他的父亲雅各哈。所以流便打算在之后呢再去坑中把约瑟救出来哈，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的计谋。即使呢流便知道雅各有多么的爱约瑟，甚至于自己的长子名分不会取代，但是杀人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小事，
更何况他杀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的亲弟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谋杀自己亲弟弟的一个罪，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良心也没有办法过得去这件事情。因此呢，多多少少刘辩呢尽了自己做长子的一个的责任哈，也今天在这件事情上面劝解他其他的这些的兄弟们。23到24节，他们就听了他的一个劝告呢，就呢把他的这个外衣剥了，就是雅各为他所做那件彩衣。24节讲到说，就把他扔在坑里面，里头没有水。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坑哈，这是一个没有水的储水池。因为在这个畜牧的这个时代呢，他们都要做一些的储水池，让这些羊群啊、牛群可以有地方喝水。25到28节讲到了约瑟被卖的事情呢。首先，他们坐下来吃饭，而约瑟呢在哀求他们的怜悯，他们却吃喝不顾约瑟的苦难。这段的讲的这个内容，在这里经文并没有描述，而是在之后创世纪的42章21节，还有在阿摩司书6章6节，回过头来讲到了当约瑟被推在坑里面的时候，他真正是苦苦的哀求他们怜悯，不要把他丢在这里，但是他们却在那里吃喝不顾约瑟的苦难。在这个时候呢，结果刚好出现了这些米甸的这些以斯玛利人，他们是做买卖的，是来往于这个的迦南地跟埃及之间哈，所以呢，他们是准备要下到埃及做买卖。所以呢，这时候呢，在26到27节，犹大就提议了，他也讲到说，我们杀我们弟兄，尝了他的血是什么？有什么好处呢？不如把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原因他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哈，是我们的骨肉，就表明呢，刚刚刘辩所讲的话对他起了一点作用。所以呢，众这些兄弟呢，就共事呢，就听从他的，那他们就不直接的对约瑟采取杀害，或是把他丢在坑里，让他活活的饿死、冻死，或是今天的冷死之类的哈。所以这是犹大提议的，而这个犹大呢，当然就成为之后的这个弥赛亚的一个家系里面的一个的源头。28节讲到了说，米甸这些商人从那里经过，米甸人和亚伯兰是亚伯兰和这个他后来娶的妻子基土拉的后代哈，所以哥哥就把约瑟呢坑里拉出来，就把他卖给了这个以斯玛利人。那以斯玛利人事实上在这里讲到这个米甸人呢，这两个名词是互相通的，因为在4世纪的8章22到26节那里，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两个民族呢，以斯玛利人跟米甸人两个常常在一起，是非常亲密的。所以呢，这个些商人呢就把约瑟买了，就带到埃及去了。虽然哥哥呢借着就是要让约瑟这个梦能够落空，让他这个梦根本没有办法成就，但事实上呢，他们却给制造了一个使梦应验的环境，是他们所不知道。因为这个梦最后的应验是要在埃及应验，而不是在他们的当中哈。所以呢，这就证明了一个圣经很重要的原则：人的愤怒会以赞美神而告终。人的愤怒会以赞美神而告终。这个在诗篇76篇第10节那里有讲到这句话。人的愤怒要成就神的一个的荣美哈。举例来讲，今天为什么讲到人的愤怒是以赞美神而告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可能今天你跟一个人传福音，或者跟你的家人祷告或传福音，你跟他讲了不知道多少年，但是他都拒绝，甚至于对你非常凶，甚至嘲笑你，对你有愤怒等等的。但哪一天他今天突然信主了，或是时间到了，恩典到了，他信了主，他会回过来非常感谢你的，他会来赞美神，他会来感谢你的。所以呢，这是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呢，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见，就是人的愤怒最后会以赞美神而告终。在创世纪我们当然很熟悉，最后他的哥哥们因着因着这个约瑟的相认，他们最后知道说这个约瑟到埃及来，才真正是神安排为了拯救这个家族。最后他们是在那里，在歌珊地，在那里能够存活，而且他们真的是赞美神的一个作为，所以证明了人的愤怒呢，最后就是以赞美神而告终。这是给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一个提醒。
在29节到30节就讲到了刘辩的回应。那刘辩这时候回来，他想要救这个约瑟哈，这表明呢，这些的兄弟们呢，把约瑟卖给这些的米甸人的时候，刘辩并不在现场。他发现了约瑟不在坑里了，他就撕裂衣服，他以为他们的兄弟已经把约瑟杀害了，所以呢，他说我往哪里去好呢？这是一个杀害一个兄弟的罪行哈。那刘辩就很自责，相信自己没有尽到长子的责任，所以他在这里非常的难过，他以为约瑟已经被他其他的兄弟杀害了。那事实上呢，不是的。那他们呢，后来他才知道说，他的弟兄们把他卖到了埃及给这些的商人了。在31到32节呢，弟兄们回去之后就对雅各的隐瞒做了报告，他们就呢杀了一些的这些的公羊哈，把约瑟那个彩衣剥下来，彩衣染了血。再一次的，这也是一种报应。记得之前雅各用山羊皮来欺骗以撒，如今呢，雅各却被山羊血所骗，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等于是一个另外一次的一种报应。其次呢，雅各是用以扫的衣服来骗雅各，现在却被约瑟的衣服被骗了哈，所以这是一个等同的一个的报应在雅各的身上。接着在34到35节就看见了雅各的回应有3方面。首先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那约瑟被撕碎了。他得出一个结论，听到他们儿子的报告呢，他得出结论说约瑟已经死了。在34节呢，雅各就为约瑟来哀悼哈，所以雅各就撕裂衣服，非常的痛苦，腰间围着麻布哈，为他的儿子悲哀了多日。第三个，在35节，雅各不得安慰哈，因为他是他最爱的儿子，所以他的儿女们来安慰他，他都拒绝，包括了这些的知道实情的儿子跟这些其他的儿女，女儿他都不接受哈，而且他说我必悲哀的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那约瑟的父亲就为他来这样的哀哭，因为他以为他死了。最后我们看见37章第36节讲到了交代了约瑟又一次被卖。当米甸人从他的哥哥手中把约瑟买来之后，约瑟被带到埃及，这是他被卖到的国家。之后呢，这些米甸人又把他卖给这个波提乏。那波提乏在这个整个希腊的在埃及的里面呢，他有2个头衔哈，一个是他是法老的内臣，这个意思是指的他是埃及军队里面的一员，是一个护卫长的意思。另外一个字面的意思呢，他是一个首席的一个行刑官哈。那有关于之后呢，约瑟被卖到波提乏家里面的故事，还有他下到牢里面的这些事情，我们会在下次的时间再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停在这里。